原著不可替代，解读仅是前菜。大家好，欢迎收看语书谈。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杨黎的这本反内耗思维阿德勒的16堂钝感力训练课。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我们好像老在跟自己较劲儿，一点小事就能翻来覆去的想很久。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没完没了的内心消耗，这种跟自己的战争，它到底是因为我们真的内心太脆弱了，还是说我们看待这个世界、解读我们经历的方式本身就有点问题？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的精神内耗，表现形式很多，就像书里序言提到的，比如说人际关系里受挫了，就特别难受，或者呢，过分在意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评价你，情绪泛滥，控制不住，对批评特别敏感，做事老是过度紧张，还容易生气，看事情悲观，甚至变成那种讨好型人格等等等等。阿德勒心理学，也就是个体心理学派，他提供了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视角。他认为，决定我们自己的最重要的不是我们经历了什么事儿本身，而是我们赋予这些经历的意义，也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的解读方式。那书里反复提到的这个钝感力呢，很多人可能一听以为是变得迟钝麻木，其实不是，它更像是一种管理情绪刺激的能力，或者说调控情绪反应强度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就是怎么通过升级我们的解读方式来提升这种钝感力，最终达到减少精神内耗的目的。那具体来说，钝感力我们到底是要对什么东西钝感一点？是对外面的信息反应慢一点，还是说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变得迟钝一些？这个区分很重要。咱们肯定不希望对重要的信息钝感，比如说过马路，你不能对红绿灯信号钝感，那太危险了；也不能对一些重要的人际信号完全无视。我们要调整的，主要是对这些信息所引发的效用的钝感，特别是心理感受上的效用。书里提了个概念，叫刺激系数，等于效用强度除以信息强度。简单来说，同样一件事儿，比如一句批评，信息强度是一样的，但有些人听了可能情绪反应特别大，暴跳如雷或者沮丧好几天，那他的刺激系数就很高。而有些人他可能也能接受到这个信息，但情绪波动相对小，能更平静地去分析，那他的刺激系数就低。所以提升钝感力本质上是要降低那些让我们困扰的过量的负面情绪的刺激系数，不是对信息本身迟钝，而是对它带来的心理冲击变得不那么敏感。但是像愤怒、沮丧、焦虑这些负面情绪，我们通常不都觉得它们是有害的，最好能彻底消除掉吗？钝感是不是就意味着压抑它们？这里有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觉得负面情绪都是坏的。其实脱离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情绪也一样，没有绝对有害的情绪。恐惧能帮我们避开危险，愤怒有时候能给我们力量去改变不公，羞耻感能促进我们遵守社会规范，甚至嫉妒处理得当也能变成上进的动力。这些情绪在进化过程中能留存下来，肯定有它们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不在于情绪本身，而在于过量。就是说，适度的情绪唤醒，或者说压力水平，是有利于我们发挥最佳表现的，这叫最佳表现区。但如果情绪太弱，人就没动力，在舒适区或者平稳区。可如果情绪强度过高，超过了那个顶点，就会进入危险区。这时候情绪就会干扰我们的思考和行为，导致表现下降。所以钝感力的目标不是要消灭所有负面情绪，而是要处理那些过量的情绪，防止他们冲进那个危险区，把情绪的强度控制在一个比较适宜的范围内。但是情绪这个东西好像挺难直接控制的，说来就来。阿德勒心理学认为，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解读方式，到底是怎么影响甚至控制情绪的？这个就是阿德勒思想里特别有颠覆性的地方。他甚至会说，很多时候情绪，尤其是我们说的心理层面的情绪，比如愤怒，是被捏造出来服务于特定目的的。书里举了几个例子，我觉得很形象。比如，一个妈妈可能因为孩子作业没写好，对他大吼大叫，情绪看起来很激动，对吧？但如果这时候领导打电话来了，他能立马切换成非常客气冷静的语气。这个场景太真实了，是不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刚才那个愤怒至少不完全是生理性的、无法控制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被选择用来达成
震慑孩子这个目的的。电话一响，有了新的更重要的目的，维持职场形象，他就能立刻收回愤怒。再比如说，咖啡洒到 A 身上，A 可能就自认倒霉，擦擦干净算了；洒到 B 身上，B 可能勃然大怒，觉得是服务员的错，要大吵一架。同样是咖啡洒了这件事儿，信息没变，但两个人的情绪完全不同。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件事的解读方式不一样。所以你看，解读方式就像一个隐藏的导演，在幕后操控着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就像古时候嗟来之食的典故，同样是给吃的，有人觉得是救济，有人觉得是侮辱，核心差别就在于解读。那我们的解读方式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天生的吗？还是可以改变的？解读方式的来源大致有这么几个：一是我们生命早期体验的一种自然的学习和归纳下来的模式；二是被动接受的，比如从小父母、老师、社会文化灌输给我们的各种应该和标准。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通过我们主动的读书、学习、思考、交流，进行自我更新。这就意味着解读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完全有能力通过后天的努力去审视、调整，甚至重塑它。这正是改变内耗、提升钝感力的关键所在。既然解读方式这么重要，而且还能改变，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工具或者模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它，来提升钝感力呢？有的，书里介绍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分析工具，叫做 BAI 模型。B 指的是行为， A 指的是解决方式或应对方式， I 指的是解读方式。这个模型告诉我们，我们外在的行为 B 其实是源于我们内心选择的某种应对策略或解决方式，而我们选择哪种方案，又取决于我们对当前情境的根本解读方式。顺序是 IAB。 能举例说明一下吗？当然，还拿刚才妈妈吼孩子的例子，她的行为 B 是大吼大叫，她选择的应对方式 A 是用发怒来震慑孩子，让他听话。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式呢？因为他对情境的解读 I 是孩子不听话是严重的问题，我必须立刻让他改正，强硬态度最有效。再比如早餐店顾客因为一点小事发怒 B， 他的应对方式 A 可能是通过发泄愤怒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或面子，背后的解读 I 可能是这服务太差了，他们不尊重我，我不能吃亏。甚至你看历史上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那个事儿，他的行为 B 是杀人，应对方式 A 是先下手为强，消除潜在威胁，解读 I 是什么？宁我负人，勿人负我。这是一种极端多疑和缺乏安全感的解读。所以你看，用 BII 模型一分析，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要想改变外在的行为 B 和激烈的情绪反应，仅仅在 A 层面调整，比如换种沟通方式可能不够彻底，最根本的还是要回到 I 层面去审视和调整那个底层的解读方式。这个 BAI 模型确实像个诊断工具，能帮我们看清情绪和行为背后的根源在于解读。那我们接着聊聊具体的思维工具吧。很多时候，内耗其实是源于我们怎么看自己，就是那个自我概念。比如事情没做好，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达不到某个标准的时候，就容易陷入自我苛责。书里针对这种情况提到了哪些好用的思维工具来帮助我们修复这个自我概念呢？自我概念这块确实是内耗的重灾区，书里提供了好几个工具，我们挑3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来详细说说吧。第一个叫全揽思维，因为某个具体的指标没完成，比如 KPI 没达标，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全盘否定自己，这就是典型的只盯着一个点看。全揽思维就是要我们跳出来，看到这个 KPI 之外的全局。首先，KPI 本身只是一个简化的衡量工具，它不可能反映你工作的全部价值。你可能在完成 KPI 的过程中，还做了很多支线任务，比如开拓了新客户关系，培养了团队新人，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尝试和探索。哪怕失败了，这些都是有意义的，但不一定在 KPI 里直接体现。而且还要思考这个指标本身是怎么来的，它真的是衡量你价值的唯一或者最佳标准吗？
它可能更多反映的是上级的期望或者某种社会流行的标准，但不一定完全符合你个人的发展需求和节奏。所以，运用全览思维就是要看到 KPI 之外的那些成果和付出，认识到指标不是评价自我的唯一标尺。甚至书里还提到一个辅助方法，叫装腔作实，就是说在自我评价时，可以适度的、有意识的看到并强调自己的亮点和潜力，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帮助建立更平衡的自我认知。这个确实能让我们在面对单一失败时视野更开阔，不至于一下子就掉进自我否定的坑里。第二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叫做脱钩思维。把事情的结果和你的个人能力或价值脱钩。我们文化里有一种很强的结果导向的思维定式，很容易就把事情办砸了，直接等同于你这个人很差劲。但你想想，这真的对吗？历史上，项羽最后兵败垓下，你能因此就说他是个完全没有能力的人吗？显然不是，他的军事才能可能依然很高。再比如体育比赛 ，NBA 总决赛。当年活塞队爆冷击败拥有 F4 的湖人队，你能说湖人队的每个球星能力都不行吗？经济学和体育数据分析里有的概念叫胜利份额，就是试图量化个体对团队胜利的贡献。你会发现，有些时候团队输了，但某个人的胜利份额可能依然很高，他的表现很好，只是没能决定最终结果。脱钩思维就是要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分成3个圈，最里面是控制圈，你能完全掌控的；中间是影响圈，你能施加影响但不能完全控制的；最外面是不可抗力圈，你基本无法控制的，比如宏观环境、运气、别人的决定等等。大多数时候，决定一件事最终成败的关键因素，往往落在影响圈，甚至是不可抗力圈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用最终那个成败结果来反推和定义自己的能力或价值。学会把事情的成败跟你个人的能力，尤其跟你作为一个人的整体价值脱钩，是减少挫败感、进行有效复盘，而不是单纯自责的关键。这也是阿德勒客体分离思想的一种延伸应用。核心就是你的价值不等于单次成败，要给你的自我价值松绑。这个脱钩思维确实很有力量，感觉一下子轻松了不少，不用把所有成败都扛在自己身上。那第3个工具，第3个是接纳思维，主要是接纳自己。很多人的内耗是源于无法接纳自身的某些部分，比如外貌上的不完美、性格上的某些所谓缺点，或者过去犯过的错、经历过的糗事等等。因为不接纳，这些点就成了你的痛点，或者说软肋。别人无意中提起或者开个玩笑，你可能就反应特别大，觉得被冒犯、被戳伤。前几年那个威尔·史密斯在奥斯卡上的事儿，虽然情况复杂，但多少也反映出对某些点过度敏感可能带来的问题。接纳思维认为，当你真正从内心接纳了这些部分，它们就不再是缺点了，而变成了你的一部分特点。不接纳，你就会一直跟它对抗，耗尽能量；而接纳反而是改变的开始。接纳不等于放弃改变或者躺平摆烂，接纳有几层重要的含义。第一，接纳意味着你可以切换视角看，很多所谓的缺点，可能只是放错了地方的优点。比如内向，在需要社交的场合可能是短板，但在需要专注研究的领域可能就是优势。第二，接纳帮助我们区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目前或者永远无法改变的。对于那些无法改变的，比如一些先天的生理特征，想想 NBA 里的小个子博伊金斯，或者已经发生的过去，持续对抗毫无意义。接纳是唯一的出路，能让你把精力省下来。第三，在那些可以改变的部分里，接纳也帮助我们区分哪些是需要改变的，哪些其实不需要硬要去改的。不是所有不完美都需要去修正，要集中资源和精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奇有句名言：奇怪的破乱是，当我接纳了我自己，我才有可能改变。你想想，如果你一直处在自我攻击、自我否定的状态下去尝试改变，那个过程会充满痛苦和阻力，效果往往不好。这是一种自我攻击式的改变。而如果你先与自我和解，带着一种理解和关怀去着手改进，改变的摩擦系数会小很多，也更容易持续。
这是一种自我和解式的改变。当然，要警惕的是，不能滥用接纳作为不努力的借口。接纳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而不是原地不动。全览思维、脱钩思维、接纳思维，听下来感觉这些工具的核心好像都是在强调我们怎么去看待事情，怎么去解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经历。这似乎远比事情本身是什么更重要。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其实拥有比自己想象中大得多的力量，去塑造我们自己的情绪和体验？我觉得可以这么说，这正是阿德勒心理学以及这本书想要传递的一个核心信息。实现这种从关注外部事件转向审视和调整内部解读方式的转变，意义非常重大。这意味着我们从一个很大程度上被动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的反应者，转变成了一个可以主动去构建和创造自己内在体验的创造者。作者杨黎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故事和情绪体验的作者，而解读方式就是我们手中的那支笔，是我们的笔法或者说叙事风格。所以，升级我们的解读方式，学习运用像全览、脱钩、接纳这样的思维工具，本质上就是在学习如何更好地运用这支笔，却重新编辑、重新书写我们那个容易让自己陷入内耗的内心剧本。当然，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我们持续地进行自我觉察，需要刻意练习，但它的回报也是巨大的，是那种真正源于内心的平静、稳定和力量感。这是一种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反应者到创造者，从被动接受剧本到主动拿起笔改写，这个转变确实很吸引人。那么，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这些思维工具听起来可能还是有点抽象。我们该怎么样在，比如说日常的工作里遇到挫折了，或者生活中感到不如意，甚至就是又开始跟自己较劲的时候，去实际的运用它们呢？这个连接现实非常关键。其实这些工具完全可以融入日常，比如在工作场景里，当你因为 KPI 没完成而感到沮丧、自我否定的时候，试试用一下脱钩思维，问问自己，这个结果里有多少是我能控制的，有多少是外部因素？我的努力和能力真的就等于这一个结果吗？同时，用全栏思维看看，除了这个 KPI， 我这个阶段还有哪些其他的进展和收获？我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样一来，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单一的挫败给击垮，能更客观地看待自己和处境，也更容易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单纯陷入自责。再比如，在个人成长方面，当你因为自己某个缺点或者过去的某件糗事儿而感到焦虑、羞耻、反复内耗的时候，试试接纳思维，问问自己，这个特点真的那么糟糕吗？它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是优势？它是我能改变的吗？如果不能，我能和它和平共处吗？如果能改变，它是我现在最需要投入精力去改变的吗？通过这样的思考和区分，你就能把很多浪费在自我对抗上的能量释放出来，用在真正重要而且可以改变的地方。所以，最关键的一步是，当你觉察到自己又开始陷入那种熟悉的内耗模式时，停一下，有意识地问自己，我现在对这件事的解读是什么？这种解读让我感觉怎么样？我能不能换一种解读方式？比如用脱钩、接纳或者全览的视角来看一看，尝试用这些新的思维工具去重新翻译你遇到的困境和你的感受，哪怕一开始只是尝试，也会慢慢带来改变。有意识的识别，然后尝试用新工具去翻译，这个建议很具体，很有操作性。听下来，感觉阿德勒的智慧和这本书提供的工具，确实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很多时候，真正困住我们的，可能真的不是外界的压力有多大，或者事情本身有多糟，而是我们内心对这一切的解读和反应模式。如果说我们感受到的许多痛苦、焦虑和束缚，很大程度上都源自我们自己在无意中编写和反复上演的那个内心剧本，那么最后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你是否愿意拿起那支属于你自己的笔，尝试去审视和改写那些让你反复内耗、感觉不适的段落，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平静、更自洽也更有力量的新故事呢？